买股票都得保守，那几只冒绿光的光头买进，那些都是夕阳产业，随时都有可能被强制退市。听见没有？再不买就买不着了，赶紧学会，快，头部前进，快！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雪莉。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A 股市场的最新动态，以及一些投资策略的深度解剖。我没上车！A 股市场呈现出活跃且多变的态势，政策层面的利好消息频出，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与热议。面对市场的波动，投资者不禁产生疑问：这是否预示了市场即将迎来一波新的大涨？然而，股市的涨跌呈现出互联网的固有特性，如同坐过山车一般，充满了刺激与挑战。A 股市场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核心板块之一，其表现直接影响经济的整体走向。近年来，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断升级与发展， A 股在全球金融板块的地位中逐渐攀升。尤其是今年政策的变化、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经济调整等多方组成部分交织在一起， A 股市场的未来走向值得人们关注。说到这儿呀，我不得不提一下 A 股市场的一大特点，那就是政策驱动型市场。这就是经济学里两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外生型政策和内生型政策。是不是一听就头大了？别急，让我们先看一看9月24号央视网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行长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2项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以支持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这2项工具分别是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这项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通过资产质押从中央银行获取流动性。这一政策预计将大幅提升机构的资金获取能力和股票增值能力，从而增加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和流动性。首期互换便利操作规模为5000亿人民币，牛逼！未来可视情况扩大规模，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这项政策旨在引导银行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他们回购和增值股票。中央银行将向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提供的资金支持比例为 100%， 再贷款利率为 1.75%， 商业银行对客户发放的贷款利率在 2.25% 左右。首期额度为3000亿人民币，如果政策执行效果好，可以进一步扩大规模。这2项政策的实施呀，旨在通过提供流动性支持和降低融资成本，来稳定股票市场，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些措施可能会对股市产生积极影响，提高市场的活跃度，并可能对债券市场产生间接影响，因为它们改变了市场对流动性和风险的预期。别紧张，我们用轻松欢快的例子来解释一下，保证一听就懂。想象一下，你正窝在沙发里，在午后闲暇的时光，手中翻着一本心仪已久的小说。这时手机推送了一条新的新闻，说政府即将推行一项新的住房补贴计划。这项计划呀，就像是生活里一场意外之喜，和你的购房计划并不完全相同，它更像是政府外部给你生活添上的一抹亮色。这种政策咱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外生型政策。接下来说说内生型政策，这就有点意思了啊！它就像是家里的自动调温器，会根据室内的温度自动调节。内生型政策呢，就是通过经济体内部的行为变化或市场机制来驱动的政策。比如，政府看到市场供需失衡了，物价波动大了，就会调整货币政策、财政刺激等。这些政策的实施都是依赖于经济体内部的变化，就像是调温器会根据室内温度来调节一样。那么对于 A 股，政策是核心特点，什么来决定市场因素呢？你们是否在 A 股市场的波涛汹涌中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漩涡，就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来牵引，时而兴奋，时而焦虑。这种情绪就是投资者常说的 FOMO，Fear of Missing Out， 错失恐惧症。今天Shirley将化身情绪侦探，带大家一起潜入 A 股市场的情绪深海，探索 FOMO 情绪是如何在投资者之间悄然蔓延，又如何左右着他们的交易决策的。FOMO 情绪简单来说，就是投资者在看到市场或其他投资者正在获得收益时，自己因未能及时参与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惧感。在 A 股市场中，这种情绪尤为明显。每当市场出现一波强势上涨，或者某只个股异军突起，那些未能及时跟进的投资者便容易陷入 FOMO 的漩涡，生怕自己错过了赚钱的机会。那这种情绪的特点之一便是冲动性，尤其是在启动期，在市场开始上涨初期，部分敏锐的投资者开始捕捉到市场的上涨信号，并率先入场。此时
大部分投资者可能仍处于观望状态，但 FOMO 情绪已经开始在部分投资者中滋生。在 FOMO 的驱使下，投资者往往基于一时的情绪做出交易决策，而非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可能会盲目追涨，试图在短时间内弥补错过的收益。然而，这种冲动性的交易往往缺乏理性分析，容易导致投资者陷入高位套牢的困境。高风险是 FOMO 情绪的另一个显著特点。由于缺乏深思熟虑，在发酵期，投资者在 FOMO 的驱使下，容易做出高风险的投资决策。随着市场的持续上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意识到市场的上涨趋势，并担心错过机会。此时 FOMO 情绪在投资者中迅速蔓延，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入场交易，推动市场进一步上涨。他们可能会忽略市场的整体趋势、个股的基本面以及潜在的风险因素，只关注眼前的利益。这种高风险的投资行为不仅可能会导致投资损失，还可能对投资者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跟随行为也是 FOMO 情绪的一个重要表现。在 A 股市场中，投资者往往会跟随市场的热点进行交易，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投资策略行事。当某个板块或个股成为市场热点时，大量投资者便蜂拥而入，试图从中分一杯羹。这正是市场的高潮点。当市场达到阶段性高点时， FOMO 情绪便达到顶峰，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感受到市场的上涨氛围，并急于入场交易。然而，由于市场的上涨已经接近尾声，此时入场交易的风险也相对较高。然而，这种跟随行为往往缺乏独立的分析和判断，容易导致投资者陷入盲目跟风的陷阱。过度交易则是 FOMO 情绪带来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在 FOMO 的驱使下，投资者可能会频繁交易，试图抓住每一个机会。然而，这种过度交易不仅仅会增加交易成本，还可能会导致决策疲劳和判断失误。投资者在频繁的交易中容易失去耐心和冷静，当做出错误的决策时候，市场便会迎来退潮期。随着市场的见顶回落， FOMO 情绪开始逐渐消退，部分投资者开始意识到市场的下跌趋势，并纷纷离场。此时市场的交易量逐渐减少，投资者开始趋向理性。面对 A 股市场中的 FOMO 情绪，投资者应该如何面对呢？这里我认为，关键在于保持冷静和理性。投资者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被市场的波动所左右。同时，他们应该根据自己的交易策略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交易，而不是盲目跟风或冲动消费。此外，投资者还可以通过多元化投资、关注长期价值等方式来降低风险，并提高收益。总之FOMO 情绪是 A 股市场中一种重要市场情绪周期，它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与行为，也考验着投资者的心理素质和交易能力。只有保持冷静和理性，投资者才有可能在 A 股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聪明的投资者不仅要关注市场的情绪变化，更要灵活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怎么调整投资策略呢？近期 A 股市场在政策层面中迎来了诸多利好消息，其中降息、降准等政策调整尤为引人注目。这些政策变化不仅为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发了投资者对于市场走势的广泛讨论。这里我将从政策影响、市场反应以及投资策略3个方面，深入探讨降息、降准等利好政策对 A 股市场的影响。1、政策影响，注入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降息、降准等政策调整的核心在于为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同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息意味着贷款利息的减少，企业因此能够节省融资成本，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生产和投资。降准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使得银行有更多的资金可用于贷款，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对于 A 股市场而言，这些政策调整无疑是一个大利好，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盈利能力有望增强，从而带动股价上涨。此外，流动性增加也有助于提升市场的活跃度，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市场。2、市场反应，短期提振，长期需观察。从市场反应来看，降息、降准等政策调整在短期内对 A 股市场产生了明显的提振作用。政策公布后，市场普遍出现上涨行情，投资者信心得到增强。然而长期来看，市场走势还需结合整体经济环境进行分析。一方面，政策利好带来的流动性增加和融资成本降低，有助于增深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从而支撑股价上涨。另一方面，如果整体经济环境不佳，企业盈利能力受限，那么政策利好带来的短期提振效应可能会逐渐减弱。3、投资策略，保持冷静，灵活调整。面对降息、降准等利好政策，投资者更应该冷静和理性。虽然政策利好为市场带来了短期提振效应，但投资者仍需观察潜在风险，并灵活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那么 A 股市场中哪些板块表现出色？欢迎关注 Shirley Talk， Shall we talk？